最后那一排戴着特色口罩的女士，站起来，说说你对本季度下沉市场营销策略的理解。完蛋了！昨天被我在大街上强吻打破嘴唇的野男人，竟然是我今天刚空降的死鬼总监！时间竟然没有重置！苍天啊，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新鲜的空气，线性的时间，没有重启的完美早晨。欣瑶姐，你今天心情也太好了吧？中彩票啦！比中彩票还爽！小唐，从今天起，你欣瑶姐要重新自做人，拥抱着充满希望的现实世界。各位，听说新空降的总监是个狠角色，一会儿大家招子都放亮一点，别怪哥没提醒你们。今天谁能抓住总监的痛点，谁就能拿捏本季度的 KPI。管他什么狠角色，只要时间正常流淌，哪怕是灭霸来了，我也能给他做套营销方案。昨天那个路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时间没重置。我是陆实验，新任营销总监。欢迎陆总，我们营销部一定在您的赋能下打通任督二脉。我不喜欢听空话。听说悦动传媒的企划团队应变能力很强，我想做个简单的现场考察。最后那一排，角落里那位戴着特色口罩的女士，对，就是你。来说说你对本季度下沉市场营销策略的理解。陆总好，关于下沉市场，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核心抓手。核心抓手，具体指什么？就是形成商业闭环，打通底层逻辑。我们要将私域流量进行矩阵式赋能，最终实现价值的垂直落地和生态共创。陆总面沉如水，这说明朱新瑶的陈词乱诉根本没有对齐他的颗粒度，该我出手了。陆总，注册化的观点过于宏观了，让我来帮他聚焦一下。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我让你发言了吗？Sorry， 陆总，您继续。陆总，我讲完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回去重写一份 PPT。发言很精彩，但公司有规定，办公区域内除非有特殊健康原因，不得佩戴遮挡面部的违规饰品。幸会啊，朱策划。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只要我跑得够快，社死就追不上我。朱策划，午休时间不在工位休息，来我门前做大早。陆总，我看门缝里有垃圾，顺手帮您清理一下，保护公司环境，人人有责。词信，看来注册化对垃圾的定义很独特。陆总，我觉得我的个人能力和公司的宏大愿景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不拖累部门 KPI， 我决定引咎辞职。
我信干嘛？那是我熬夜写的。根据劳动合同第6条，核心项目期内未经批准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赔犯违约金3个月薪水。你上个月的报销单因为发票折叠不争刚被驳回，你确定你交得起违约金？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与其整天想着逃跑，不如做点有价值的事。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部门重组，我需要一个对团队极其了解的贴身侧写助理。贴身侧写，这是什么不合规的边缘岗位？我拒绝。抗议无效。为了提高侧写效率，你的工位需要调整。从今天下午开始，你就坐在那里。哎呦，星瑶啊，你这是把向上管理做到极致了呀，直接搬到总监门口当门神了。这赋能的力度，老哥我真是自愧不如。星瑶姐，你别听丁哥瞎说，在陆总眼皮子底下干活，简直就是伴君如伴虎。你要是挺不住了，就眨眨眼。小唐，我现在的处境眨眼已经没用了，可能需要翻白眼才能表达我的痛苦。这哪里是工位？这明明是动物园里的猴山，他到底想干嘛？报复我咬破他嘴唇的事儿吗？连你个破罐头也欺负我，我今天非吃了你不可！这是你逼我的。记仇本？他居然丧心病狂到专门弄个本子记录我的违纪名为，这日子没法过了。夏夏，你懂那种感觉吗？它就像一台没有感情的监视器，它在玻璃墙后面看着我，还拿个黑本子记我的黑历史。他一定是想搜集证据把我开除，顺便让我背上巨额违约金。祝新瑶，麻烦你停止这种被害妄想症的戏码。你现在的表示线就像是一日在马路上拉了屎，然后试图用树叶把自己埋起来的鸵鸟。那我能怎么办？我在大街上强吻了他，我不仅亲了他，我还咬破了他的嘴唇。现在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换作是你，你不跑吗？既然亲都亲了，不如干脆借题发挥。你怕什么？你单身，他未婚，大不了你就去追他，把他从老板变成男朋友，违约金不就不用交了吗？追他？那个冷血无情、精准到秒的机器人，我还不如去追求门口保安大爷养的那条哈士奇。那你到底想怎样？总不能明天去上班跟他说，老板对不起，昨天亲你的人不是我，是被外星人脑控的替身吧？不是我。对啊，那个疯狂的人根本不是我。你又在抽什么风？夏夏，我想到了，完美无缺的脱身计划。你最好收起你那套漏洞百出的说辞。陆总您好，我是祝新瑶。昨天在街上冒犯您的是我那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常年在外游荡的双胞胎妹妹祝星辰。我们长得一模一样，但我是一个连蚂蚁都不敢踩的社畜。真的。瑶瑶，答应我，如果陆总明天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一定要把你的工位留给我去收尸。明天，祝星辰的黑锅，我祝新瑶不背了。记住，你现在是祝星辰，一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胆小怯懦、刚刑满释放，不对，
刚刚出院的双胞胎妹妹。祝新瑶，你可以的。倒霉。祝策划，公司的保洁阿姨今天请假了吗？需要你在这里用衣服擦地板。陆总您好，我不是祝策划。哦，那你这位戴着防弹玻璃的女士是哪位？我是祝新瑶的双胞胎妹妹，我叫祝星辰。我姐姐今天生病了，我来帮她拿个快递。拿快递？拿快递需要贴着墙根走。既然是妹妹，那就进来聊聊你姐姐的病情吧。男女授受不亲，我可是个病人。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我精神状态很不稳定的，我发疯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打。祝星辰是吧？既然你姐姐病了，那你不如替她解释一下，昨天在街上发生的那场意外。那也是我干的，我这人一发病就喜欢强吻路人，这属于不可抗力。我姐姐是无辜的。不可能力，所以你犯病的时候还喜欢咬破别人的嘴唇。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不可抗力，我今天早上喝黑咖啡的时候伤口还在疼。祝策划，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我陪你创可贴。我不要创可贴，我要你。新瑶姐，我刚抽到了隐藏款，你要不要看？打扰了，陆总，您继续指导新瑶姐工作，我什么都没看见。小唐，救命！我不是新瑶。祝新瑶是吧？跑得挺快。看不见我，我只是个无辜的访客。那个陆总您好，我是祝星辰，我只是来帮我姐倒杯水压压惊的。是吗？那祝新瑶小姐的精神分裂症恢复的可真快。间歇性的，刚才在楼道里受了点刺激，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我发誓，我平时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遵纪守法？你指的是在公共场合强吻路人，还是指咬破上司的嘴唇？陆总，如果您一定要对那天的意外追根究底，不妨把看作是一场现代都市人群释放压力的沉浸式行为实验。我这就去给您买狂犬疫苗。沉浸式行为实验，祝策划，你不仅破坏了我的日程表，还侮辱了我的智商。昨天在街上扑向我的时候，你的无畏去哪儿了？那是个误会，我以为时间要重置了。戏演完了吗，祝新瑶？行，不装了。
既然亲都亲了，你要开除就开除吧，大不了我把那3个月违约金分期付款赔给你。开除？祝策划，你把我想得太仁慈了。第1条，鉴于乙方对甲方造成的严重心理创伤，乙方需无条件配合长方的贴身侧写工作，24小时待命。心理创伤？你一个1.8米几的大男人被亲一下就心理创伤了？你这是在敲诈勒索，这是卖身契！道歉就不必了，比起口头上的歉意，我更倾向于看到你用实际行动对你造成的精神冲击负责。我的时薪是你的50倍，你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洗刷屈辱，这份条约已经是我最大的宽容。我绝对不会签，你就算是总监也不能这么公私不分。我要去 HR 那里告你职场霸凌。你以为我不敢吗？我现在就喊人！里面是谁？根据员工手册第5章第3条，茶水间不是用来进行非工作交流的场所。现在是下午2点15分，立刻开门接受检查。我数3数，如果还不开门，我将上报行政部，扣除营销部本月全额下午茶预算，并对里面的人进行通报批评。3、2。想好了吗？门一开，苏经理就会看到你不仅伪造访客身份，还在工作时间跟上司反锁在茶水间，而且地上还一团糟。签了，我保你；不签，我现在就让苏经理进来参观。陆总，您怎么会在里面？苏经理，我在考察供基础设施的维护情况。茶水间的隔音效果不佳，且纸杯摆放极不合理。可是我刚才听到了东西倒塌的声音。是我不小心碰倒了纸杯，所有损坏的物资走我个人的账。苏经理还有其他指教吗？没有了。既然是陆总在进行考察，那我就不打扰了，打扰了。合作愉快，朱助理。现在麻烦你把地扫了。万恶的资本家，50倍时薪了不起吗？迟早用黄桃罐头砸晕你！一级战备，顾总的车型进地下车库了。星瑶姐，听说这个顾总可是个活阎王，上个月连续开了3家乙方，今天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还能有比坐在玻璃缸里被变态老板全先后监视更惨的场子吗？这就是悦动传媒熬了3个通宵交出来的东西，稳妥、安全，毫无破绽，但也毫无价值。在这个时代，稳妥就意味着平庸。我要的是能刺破市场的利刃，不是一块温腾的海绵。顾总想要多大的风险坦克？风险不设上限，我只要结果。1周内给我一个完全推翻传统的激进方案，做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陆总这种空降高管，最看重的绝对是团队的狼性和执行力，这是我上位的大好机会。顾总，您的痛点我们已经完全对齐了。我们营销部最擅长的就是打破底层逻辑，重塑商业闭环。这个 project 由我亲自牵头，保证给您一个颠覆性的赋能。
很好，年轻人很有冲劲。我期待你的颠覆。如果搞砸了，悦动传媒在这个圈子里的招牌就可以摘了。既然丁策划主动立了军令状，那这个核心项目就交给你全权主导，需要什么资源自己协调。对不起了，星瑶，职场如战场，这锅你必须得背。丁哥，你这是干什么？这是6年前的废档吧？星瑶啊，我这可是在给你争取高光的 opportunity。顾总那个案子，我决定让你来做核心执行。让我做？顾总那个传说中连开3家乙方的死亡项目，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别这么说嘛，这是一次难得的破圈赋能，你只要能把这个闭环打通，年米的绩效绝对是 S 级。丁哥，你看清楚我现在的岗位，我是陆总的贴身侧显助理，我的 KPI 是研究怎么不被他开除，不是去给甲方当炮灰。可是丁哥，你刚才在饮水间不是还跟人吐槽说顾总的要求完全违背常理，谁接谁死吗？怎么现在又变成破圈赋能了？小唐，大人的事小孩少插嘴，这是对新瑶能力的信任。推锅就推锅嘛，还非要套个互联网黑腕的壳子，累不累啊？星瑶姐，你别理他，到点我们就下班。听见没？这福气我消受不起，麻烦你把这些古董搬走。祝新瑶，你别不识抬举。你以为我愿意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这是陆总的意思。陆总，这个记仇的暴君，他就是想借刀杀人，逼我自己滚蛋。好好干，星瑶。明天早上10点前，我需要看到一份完整的创意高傲，不要让我失望，更不要让陆总失望。星瑶姐，要不咱们今天装病吧？这根本不可能做得完啊！装病会被扣满勤。小唐，帮我点2杯特浓美式，今晚我要跟这些垃圾同归于尽。激进，反传统，激进。顾衍之，你是不是有狂躁症啊？把产品卖给不需要的人叫什么反传统？那叫诈骗。我想回时间循环里去，哪怕每天被车撞，也比给资本家当牛做马强啊！遇到高压不会逃跑，只会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毛。看来还能再加点压力。反传统，激进。顾衍之，你干脆让我去抢银行算了，这绝对比写方案激进的多。老陆，你这眼神要是能发电，我这小店今晚的电费都省了。那边是有金矿，还是有你的仇人？我在思考悦动传媒的员工抗压印制。作为总监，了解下属的崩溃临界点，有助于更合理的分配 KPI。哦，原来是在做学术研究。我看那位祝小姐头发都快薅秃了。身为老板，你不上前送句温暖？工作时间外的多余官衔只会增加员工的心理负担。行吧，你没有多余的关怀，我有。
这大半夜的，看着怪可怜的，我给他做杯特饮醒醒脑。特浓全脂牛奶拿铁，奶泡打得厚厚的，保证一口下去全是脂肪的快乐。这杯算我请的，就当是慰问被你这资本家压榨的劳苦大众。不能给他喝这个，他对乳糖极度不耐受。老陆，我好像没说这杯是给谁的吧？再说了，你一个刚空降没几天的总监，怎么连下属的肠胃喜好都摸得这么一清二楚？哟，陆总，大晚上不在公司劈肘脚，跑来咖啡店研究我们家新瑶的消息号系统呢？入职体检报告是 HR 部门的共享数据，作为直接上级，规避员工因饮食不当导致突发急诊而影响项目进度，是基本的风险管理。难怪悦动传媒能做大做强，连员工拉肚子都能上升到风险管理。陆总这护盘的心思，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保护什么稀缺国宝呢。新瑶，新瑶，别干了，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烤掌中鸡。顾衍之，你这个要求五彩斑斓黑的变态！疯子老板配变态甲方，这日子没法过了。人都走光了，陆大总监，你的风险管理对象现在毫无防备，要不要去加固一下你的防火墙？不跑了，好累。那就别跑了。顾衍之就是个疯子，他要的是五彩斑斓黑，拿这种老掉牙的稳妥方案去糊弄他。上个月那家乙方死得有多惨，你们不知道吗？保守就是找死，找死！对，他在循环里连闭了3家公司，他根本不需要四平八稳的垃圾。丁玉，你想死，我可不陪你一起死。来吧，既然要疯，大家就一起疯到底。祝策划，如果你打算用这种标题“铸舔3号”皱纹列句错乱的半成品去向顾总汇报，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筹备3个月的违约金。陆总，排版是留给那些内容平庸的方案做遮羞布的。顾衍之是个极度自负的冒险者，他要的不是工整的表格，而是能击穿市场的炸弹。传统方案只会让他觉得悦动传媒是一群没有想象力的复读机。这是我推翻重做的激进版草案，风险拉满，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踩中他那个变态的痛点。很有勇气的诡辩。希望在1个小时后的会议上，你的提案能像你的脾气一样硬。顺便提一句，你的眼镜框上沾了一小块黄桃罐头的糖渍。星瑶啊，咱们那个 project 的底层逻组你对齐的怎么样了？来来来，让丁哥看看你的 output， 我好去给陆总做个预热汇报。星瑶姐，我新买的5级防窥膜到了，据说连军用雷达都扫不到屏幕呢。
小唐，你干什么？这膜怎么什么都看不见？这完全阻断了我们团队内部的赋能与联动。丁哥，团队联动需要靠眼睛看吗？你可以用心去感受呀。再说了，这可是陆总特批的核心保密项目呢。死就死吧。啊！顾总，这份顾氏品牌年度常规营销框架V1是我们团队通宵达日，深度对齐了您的品牌调性后，打磨出的极具颗粒度的稳妥闭环。丁策划，你们悦动传媒的打印机是不是只会批量生产这种毫无灵魂的工业废纸？四平八稳的通稿，千篇一律的弄点分析，稳妥。在这个时代，稳妥就意味着平庸，意味着品牌慢性自杀。我给了你们1周时间，你就给我看这个？不是的，顾总。其实我们内部在底层逻辑上还有另一个极具抓手的备案。祝新瑶，你昨晚到底弄出什么凹凸了？赶紧给我看看，让我去顶上。丁哥，陆总特批的核心保密项目5级防窥膜，你站这么近是想窃取商业机密吗？顾总，其实这次项目的核心策划和创意延展全都是由祝新瑶全权负责的，他有一份极其激进的方案。顾总，您上个月连续开了3家乙方，原因都是他们太想讨好您的品牌。但我认为，一个宣扬极限生活方式的品牌，最不需要的就是讨好。这是顾氏品牌过去3年采用保守营销方案的市场转怪率，一路平稳，也一路走向死亡。您之前主导的几次跨界合作，为了规避风险，砍掉了所有边缘创意，结果就是消费者连骂都懒得骂。疯了！他是在当众打甲方的脸啊！所以我推翻了所有的赞美。我们要做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负面营销，将产品在极端环境下的缺陷无限放大，用消费者的泄气心理和逆反心理去打破这层平庸的壳。祝小姐，你的确很有胆量，敢在我的会议室里直接撕我过去的伤疤。但是，胆量不等于实力。负面营销的本质是在走钢丝。如果我们在最初的24小时内，核心圈层的口碑崩盘，舆情数据反馈呈现指数级负增长，你打算用什么底层数据模型来承接这种流量反噬？我要看的是你们对极端下沉市场的用户画像数据办，以及过去5年内同类风险项目的容错率交叉比对。这些数据，你的方案里有吗？顾总，关于底层承接数据，我们可以在后续的细化阶段。话大牢就免了。没有数据支撑的激进，就是一场头脑发热的自嗨。我不需要甲方来为你们的盲目试错买单。顾总说的太对了，我昨晚就严厉批评过祝策划，做人要有敬畏之心，怎么能拿这么危险的草案来糊弄您呢？这就是缺乏向上管理和向下兼容的恶果啊！既然你们悦动传媒连基础的数据背书都做不出来，我看这份方案连同你们的合作诚意，可以直接作废了。顾总，
顾总，怎么，陆总要亲自替这位异想天开的下属圆场，还是说跃动传媒打算拿人情来填补专业上的无能？就是，没有数据支撑的创意，简直就是耍流氓嘛！陆总，对不起，我搞砸了。闭嘴，站好，把这个投出来。顾总误会了，跃动传媒从来不讲人情，只讲数据。既然顾总要看底层承接，那就如你所愿。这是过去5年内同类风险项目在极端下沉市场的容错率交叉比对模型。基于注册化的缺陷放大理论，我们连夜跑了10万次数据模拟。数据表明，如果顾氏品牌继续采用那些看似稳妥的工业废纸，转化率将在6个月内跌破临界点。而采用注册化的激进方案，虽然前期会引发舆论反弹，但在第3周，核心圈层的购买欲将被彻底激活，预期转化率将提升30%到40%。他昨晚不是在监控我吗？他什么时候背着我搞出了这么恐怖的数据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大佬的偷感吗？这只是理论推演，极端环境下的用户心理云是极度不可控。如果负面舆论失控，谁来承担品牌形象毁灭的代价？你们跃动吗？顾总，你之所以在这个月连开3家乙方，不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承担这个代价吗？注册化的方案看似是在玩火，但底层逻辑已经用这套数据模型圈定了安全边界。顾总，风险与收益永远成正比，既然想要打破平庸，就别妄想毫发无伤。这套数据就是跃动传杯兜底的诚意。完了，这下彻底完了！2位活绵王杠上了，我的年终奖要用来给他们买花块了。好，很好。陆总，你手下的人很有种，你这个做领导的更有魄力。这笔买卖，我顾某人做了。祝小姐，你的胆量和创意很对我的腮手。有陆总的数据做底，我给你最大的权限。周5下班前，我要看到完整的执行案。活下来了，我还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别高兴得太早，你的 PPT 排版依然是一场灾难。如果周5交上去的执行案还是这种字体颜色，我不介意亲自把你扔出大楼。我那是为了突出重点。再说了，要不是陆总您背地里偷偷帮我做数据，我早就被顾总轰出去了。我只是不能容忍我部门的提案因为基础数据缺失而显得过于愚蠢，与你个人无关。嘴硬的资本家，不过今天算你帅。星瑶姐，你太牛了！你简直是我们反类所打工人的神！你没看到刚才顾总那张脸，从黑变白又泛红，比川剧变脸还厉害。没有，都是陆总的数据救了命。我当时腿都软了，差点就打算跪下给他唱征服了。星瑶，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能让那个冷血无情的陆总连夜加班给你跑10万次数据模拟？啊？
什么手段？我不知道啊，我都以为他要借刀杀人开除我了。别装了，我都懂，这就是最高境界的向上管理。你是不是掌握了某种失传的职场催眠术？还是说你在他的咖啡里下了什么听话水？快教教我，我发誓绝对不外传。丁哥，你要是把这种钻研的心思花在写策划上，顾总也不至于连续办你3个方案了。星瑶姐这是靠实力，实力懂吗？完了，这要命的冰山好像真的融化了。完了完了，那座冰山最后那个笑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比他冷脸的时候还吓人？他不会是在酝酿什么满门抄斩的大招吧？哇，好大一捧人民币，不是，好大一捧花！创意部的程总监，他来咱们这儿视察审美来了。程师兄，你怎么拿了这么大个暗器过来？听说你今天拿下了顾总那个最难搞的项目，作为学长，当然要来恭喜你，顺便看看你在这个新岗位上有没有受委屈。师兄，这太夸张了，这花比我过年买的年货都大，我这工位根本放不下，而且这是办公区。没关系，如果不方便，下班后我帮你拿回去。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师兄，我营销部现在是改行做植物园了吗？程总监，创意部是最近太闲了，以至于你需要来营销部兼职送货。陆总说笑了，现在是午休时间，我作为星瑶的朋友来送一份私人的祝贺礼物，应该没有违反公司的考勤制度吧？是没有违反考勤制度，但根据公司办公区环境管理条例第3章第2条，严格禁止在开放办公区域放置带有强烈挥发性气味的物品。陆总，这是玫瑰，不是榴莲，算不上强烈挥发性气味吧？高浓度的花粉会引发呼吸道过敏，降低员工20%的专注力。注策划，你前几天不是还声称自己花粉过敏吗？怎么，看到某些人送的花，免疫系统就自动痊愈了？陆总，借口找的未免太生硬了。星瑶只是你的下属，不是你的私人财产。你这种过度干涉员工私人情感的做法，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哇塞，高端局，这绝对是高端局！你这种过度干涉员工私人情感的做法，这句反击太绝了，典型的降维打击。陆总会怎么接？用直击压制还是用 KPI 转移话题？快让我学学修罗场雄性竞争的核心话术！在这里，我就是边界。陆总，你干嘛？陆时烟，放下，这不是你的东西。哎，让一让啊，收干湿垃圾啦！哎呦，我的亲娘嘞！这小伙子怎么乱扔东西？这算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啊？有害垃圾，麻烦您尽快处理，免得污染营销部的空气。陆总的行事作风，今天算是领教了。希望你在工作上也能像处理这束花一样毫不留情。星瑶，
别有压力，花没有了可以再买。我们晚点在微信上联系。看来注册化的桃花运比你的工作效率要旺盛得多。我是不是该给你布置点新任务，让你没空去应付这些无聊的社交？陆总，陆总，请您进来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扔掉别人的花，干涉员工的私人社交，这也是你的效率管理吗？我早就说过，办公区域禁止放置任何影响专注力的气味源。陈文书想玩深情，可以等下班，而不是在我的部门里哗众取宠。这根本就不是花粉过敏的问题，你就是在公报私仇。你觉得把我困在这个透明玻璃缸里，像看猴子一样盯着很有意思，对不对？公报私仇，祝新瑶，你是不是太高估了自己在我这儿的分量？我只是不想看到我的核心团队成员为了几朵破花，对那些别有用心的烂桃花来者不拒。烂桃花，至少程师兄懂得什么是尊重。他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台只会用 KPI 和维基记录来衡量别人的冷血机器。既然陆总觉得我的私生活影响了部门效率，那我现在就去外面跑外勤，保证不污染您的视线。小唐，这西郊创意园可是个废弃的烂尾工程，顾总怎么偏偏看中那里办户外展？这鬼天气眼看就要下暴雨，我的高定发胶会报废的。西郊创意园是吧？我去。星瑶，你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不过那边路特别难走，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正好，我需要吹吹冷风，洗洗脑子。场地啊！顾总的审美是不是被绑架了？陆总，这次负面营销的策略确实大胆，只要明天的西郊场地确认无误，我们就能彻底颠覆市场认知。顾总谬赞，悦动传媒一向对风险有精确的把控。陆总看起来似乎有更紧急的风险需要把控。没有，只是常规的天气监控。我的防弹玻璃！快接电话，老爹，快接！陆总，接下来是渠道商的签约仪式，你这是要去哪儿？抱歉，顾总，我有一个无法评估损害上限的资产，正暴露在极端风险中，我必须亲自去止损。陆时宴，你个冷血资本家，这就是说的
什么资产比今晚的几个亿合同更重要？如果你现在走出这扇门，悦动传媒的诚意，我需要重新评估。请便。关机，请稍后再拨。祝星瑶，你最好不是被雷劈了。什么资产比今晚的几个亿合同更重要？悦动传媒的诚意，我需要重新评估。拜托，就算要扣我全勤，也得让我打个120啊！陆实验，你这个没有感情的 KPI 机器，等我变成西郊水鬼，第一个去你办公室天花板上滴水。祝星瑶！别出事，祝星楼，你敢出事试试看？陆实验，救援队吗？陆总，你这是破产了？还是被故意肢打劫后，顺便扔进粪坑了？陆总，您大半夜跑到这种鬼地方，是来视察我有没有给公司财产陪葬的吗？起来！你放开我，我自己能走，不用你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祝星瑶，我让你起来，你是不是疯了？雷暴橙色预警，你往外跑，你真以为自己命硬是不是？我命硬不硬关你什么事？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把我发配到这种烂尾楼干苦力，现在你看到了，我连个破气球都护不住，你满意了吧？放手，我很脏。我很满意。祝星瑶，你搞清楚，是你自己抢下这个外勤来躲我的，宁愿在这个烂泥坑里跟一个破气球同归于尽，也不愿意在公司多看我一眼。怎么，没收到成文书的玫瑰花，就让你这么痛不欲生，非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谁报复你了？别躲了！你疯了！我身上全是泥，你的大衣的衣服全毁了！闭嘴，让我抱一会儿。你怎么才来呀？吓死我了！我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老板，这属于不可抗力。走吧，再淋下去，你要给我报销精神损失费了。你的车好像报废了。等会儿就暖和了，空调已经开了。陆总，又怎么了？你刚才说我躲你，到底是谁躲谁啊？你明明在记仇本上给我记了那么多黑历史。明天回公司，我会让你知道我到底在记什么。只要狗头下班，赶紧去商场买件新衣服换上。哇哦，邢小姐，你这是 boyfriend shirt？ 嘘，什么男朋友？这是行为艺术，对，防晒服。星瑶，你这借口毫无逻辑闭环啊！这可是意大利手工定制的版型，领口那个暗纹绣花，我没看错的话，昨天陆总穿的好像就是这个牌子的同款。巧合，纯属巧合。山寨的，我在楼下夜市9块9淘的外贸伪蛋。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对陆总进行了深度向上管理，连衣服都穿上了？这职场进度条拉得太快了吧！大家早上好。根据昨天下午收到的匿名举报，营销部内部疑似存在违反员工手册第6章第8条，严禁利用职务之便发展不正当办公室恋情的行为。完了，苏经理来抓典型了。不会是我吧？祝策划，你今天这些着装似乎严重不符合公司对商务通勤装的合规性要求。我去倒杯热水，今天肠胃不适，需要多喝热水排毒。茶水间确实是职场违规机会和暗度陈仓的高发产地。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祝策划，如果你在里面，请立刻出来配合调查。丁月，你在干什么？你是在蓄意破坏公司杜质清产吗？苏经理，误会，纯属误会，我是在进行极简办公环境的断舍离，对，优化物理空间，提升团队效能。收起你那套互联网黑话。我问你，祝新瑶今天穿的那件男士衬衫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告诉我那是他自己买的，那种尺寸和剪裁显然是属于一个身形高大的男性。那件衬衫是我买的。你买了一件比你大3个尺码的高定男装？
对，这是我个人的 fashion statement，oversize 风格，懂吗？但是我买错尺码了，退换太麻烦。我看星瑶最近为了顾总的项目加班那么辛苦，就当成 team building 的礼物送给他了，展现一下同事间的赋能与关怀嘛。丁月，男，27岁，以团队建设为由赠送女同事不合身的大尺码男装，证词逻辑混乱，漏洞百米。我会将此事作为疑似职场骚扰的备用案例，提交给 HR 部门审核。不是苏经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骚扰他。今天的突击检查到此为止，希望各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活下来了，我竟然活下来了。看来，光是扣违约金已经不够了。这是谁？甲方还是砸场子的？气场也太可怕了。不知道，但这裙子是巴黎高定款，绝了！这件衬衫的意式手工锁边，1寸15针。我没记错的话，是我那个有重度洁癖的弟弟最喜欢的牌子。这是夜市9块9的外贸尾单，同事拼多多团购的。祝小姐，你这件9块9上还带着老陆常用的那款雪松木质香水味呢。陆静谈，你来这里干什么？如果是来炫耀你的新裙子，大门在你后面。石燕，怎么跟姐姐说话呢？我可是代表画廊来找悦动传媒谈深度跨界合作的。顾衍之那个项目我也很有兴趣。会议室聊吧，陆总。顺便让你这位穿着外贸尾单的助理给我送杯拿铁。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吗？合作条件很简单，画廊未来3年的全案营销都可以交给悦动，但我只有一个附加要求。说。我看上你门外那个助理了，我要把他调去巴黎分部，全权负责画廊的海外公关，薪资开3倍，今晚就签合同，明天飞巴黎。不行。为什么？他不是个总是惹麻烦、到处闯祸的助理吗？我听说他还把你的项目搞得鸡飞狗跳，我用3倍高薪把这个系统 bug 替你清理掉，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是啊，在陆时燕眼里，我不就是个倒霉的麻烦精吗？现在有人花大价钱把我弄走，他简直求之不得吧？他哪里都不会去，悦动传媒的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带走，唯独他不行。你可是最讲究投资回报率的，为了一个助理拒绝几千万的合作，你的原则呢？我的原则就是他留在这里，他确实是个麻烦，但他是只属于我的麻烦，除了我，谁也没有资格管他，他不可替代。不可替代。很好，终于像点人样了。合作的事儿，明天让顾言之来找我谈。谢谢你的咖啡，祝小姐。看吧，这个从小到大只按说明书活着的机器人，终于为你短路了。你不仅不是麻烦，你简直就是他的命门。那个，我去给饮水机换个水。老陆，你刚才在会议室护食的样子，活像一条生怕别人抢骨头的疯狗。你的理智呢？你的边界感呢？早就没有了。
真认呆了？我一直以为，只要我把一切都控制在精确的轨道上，就不会出问题。但它出现的第一天，就把我的轨道砸烂了。我试图用违纪、用条约、用工作压迫去推开它，但我发现，我根本不想推开它，我彻底向这场混乱投降了。让我看看这小子平时都在装模作样的研究些什么。陆时烟啊，陆时烟，你这哪里是维基档案，分明就是暗恋日记。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夏夏，我觉得我活不到明天了。苏曼的记本上绝对记满了我的罪状，还有陆时烟那个气场2.8米的亲姐，她居然说我是陆时烟的命门，这绝对是资本家最高级的捧杀。捧杀？你对自己是有多大富解？人家那是明晃晃的宣告主权，就你还在这里掩耳一铃。作为老陆的破壁人，我真心建议你早点认输。他连几亿的合同都能扔下，跑去烂泥坑里捞你，你觉得你还能逃到哪儿去？那是他有强迫症，他就是见不得自己的员工因为工伤死外面影响公司 KPI。他可是有个专门记录我违纪行为的黑本子。请便。谭姐，您怎么在这儿？这不是陆总桌上那个？刚才顺手替你偷出来的。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那个从小就只按说明书活着的弟弟，每天冷着脸在上面记你什么黑历史吗？作为你马上要被发派去巴黎的临别礼物，让你死个明白。完了，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要把我送上法庭。哟，这维基记录管得够宽的，连你的肠胃都归他管。喜欢黄桃罐头，今天试图徒手开口，可爱。紧张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捏衣角，并且会拼命找借口喝水。夏夏，他根本没有记我的仇，他把我的每一个破绽都记下来了。祝新瑶，一个永远只按理智行事的男人，为了你，把他引以为傲的秩序砸得稀巴烂，这哪里是维基考核？这分明是他全盘接纳你的投降书。别再逃避了，既然他给了你这份偏爱，你就去勇敢的接住他，去问问他到底想怎么样。对，我不躲了，我要去问清楚。老陆，你这下可有的受了。小唐老丁，怎么了？陆总呢？星瑶，你来晚了。
陆时言，你人呢？既然营销部的全员都在，我就借这个机会宣诉一份行政通报。大家停下手里的工作。完了完了，苏经理这架势是要直接对我们部门进行灭拔式强制裁员啊！关于原营销部总监陆时言涉嫌严重违纪情况的通报，经查，陆时言在职期间无视员工手册第6章第8条规定，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包庇下属，干预合规调查。同时，由于其不当行为引发了疑似职场骚扰备用案例的严重后果，严重破坏了公司的合规生态。经人事部约谈，陆时言已于1小时前主动引咎辞职，并交接完所有核心权限。通报完毕。是我害了陆总，如果不是我非要撒谎说那件高定衬衫是我买的 oversize 礼物，苏经理就不会定性为职场骚扰。我这该死的胜负欲啊！丁哥，你快闭嘴吧！陆总明明是为了掩护辛瑶姐才主动把雷全顶下来的。这算什么通报？他包庇谁了？那是顾衍之的项目，他是为了保证项目进度，你们凭什么让他辞职？祝策划，注意你的情绪。辞职是他个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一位手握重权的空降总监离职，除非他自己觉得有什么东西比总监的位置更重要。既然现在陆总已经辞职，我希望你立刻整理好你的着装，恢复商务通勤合规性。你最大的保护伞已经没了，祝策划。辛瑶姐，快去，她一定还没走远。祝策划，现在是工作时间，你不在工位上写顾衍之的执行案，跑来天台对着前任领导大呼小叫，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违纪？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纪？你自己看看你在这本所谓的违纪记录里都写了什么？极度乳糖不耐受，禁止全脂牛奶。旁边还画了3个红色安叹号，遇到高压不会逃跑，只会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毛，这也是违纪吗？当然算，你对乳糖不耐受却不自己注意，导致我需要时刻替你排雷，严重干用了总监的情绪内存。那这个呢？喜欢黄桃罐头，今天试图徒手开个很可爱，你不仅变态，你还涉嫌侵犯员工隐私。陆静潭把这本东西偷给你的时候，就没有顺便教教你该怎么阅读一个男人的投降句吗？那你为什么要辞职？你以为这是在演偶像剧吗？你把所有的锅都揽到自己头上，就是为了给我当保护伞。我祝新瑶什么时候需要你这么可怜我了？你觉得我是为了可怜你，才丢掉那个年薪7位数的位置？不然呢？你明明那么在乎你的效率和秩序。祝新瑶，你搞错了一件事，我不是在给你当保护伞，我是在给我自己扫除障碍。苏曼那个女人就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扫描仪，只要我还是你的总监，只要员工手册第6章第8条还存在一天，我们之间就永远隔着一条名为违规的红线。所以，你就为了这个，你把总监的位子辞了？不然呢？让你每天在公司里躲着我走，连穿件我的衬衫都要编出100个离谱的借口。那明明是因为
因为我不想社死。辞去总监职务，我就可以用一个完全凭借的身份，正大光明、合法合规的追求你，不需要偷偷摸摸，也不需要掩护。现在我不是你的上司了，祝小姐，你就算现在扑上来强吻我，也不需要写检讨，更不用赔付3个月的违约金。陆时宴，这可是你自找的。大结局了，大结局了！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向上管理究极奥义，直接把老板变成自己人。我要把这招写进我的职场生存宝典里。星瑶姐太帅了，陆总完全被当成了修狗拿捏了。快多拍2张，我要发给黎夏姐看。可是顾总的执行案明天还要交啊，星瑶现在把总监拿下了，那 PPT 谁来写？闭嘴吧你！活该你单身。本集播讲完毕，期待您的订阅、好评哟。